这几天西贝这个事情，感觉甲壳龙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下子西贝被黑到快要撑不住了。我觉得需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给他讲几句话。首先第一，大家都说西贝这是一场公关危机，这个话里面实际上就仍然是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思维，就是要采用适当的方式去应对这场危机。对一个企业来讲，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它勇敢的直面问题，开放自己的后厨，作为一个餐厅来讲，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鼓励那些企业去偷奸耍滑，把这件事情平稳的翻篇，对我们消费者或者对整个市场的生态来讲，未必是件好事。甲壳龙他采取了一个大家不认可的应对方法，认为是一场灾难式的公关危机，实际上恰恰证明他对整个餐饮业的运作流程是非常坦荡的。所以甲壳龙敢于开放自己的后厨，至少反映了两个因素。第一个，他对自己的操作流程是很自信的；第二，他是非常了解这个行业，知道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处于相对比较干净的位置。所以基于这两点，其实甲壳龙的做法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如果我们真的去比较市场上现有的同水平同价位的餐厅，我本人的感受是西贝是我的优选餐厅，所以我对于甲壳龙的这种做法是非常支持的。实际上它揭开了行业的一角。如果我们经常去餐厅吃饭，有一些比较的话，其实你大体上可以了解到西贝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位置，它相对说来是口味、卫生、环境各方面的综合评价都是不错的。其他比它更便宜的餐厅，实话说，你如果但凡对品质有点要求，那很多都是没法吃的。我知道我讲这话可能会得罪不少人，但是这就是我认知的真实情况。我一直说我的原则是真话不全讲，假话全不讲，所以假话我是不愿意讲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所谓关于公关危机的说法，我认为消费者其实是非常不理性的一边倒。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冷冻菜、预制菜。如果我们说这个菜是完全的预制菜，它其实是很有问题的。但如果它是一些冷冻菜，它确实是有保质期的。但凡我们尊重一点科学，其实研究结论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新鲜蔬菜或者新鲜肉类在第一时间冷冻，全程走冷链运输，那么它到餐桌上，其实它的营养流失率是非常低的。相反，如果我们不走冷链，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蔬菜市场，西方叫 wet market，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已经不允许有这种 wet market 的存在。中国因为文化传统的关系，大家习惯于要吃这种鲜活的，认为这种更营养。那么从营养学的研究结论来讲，这个鲜活的东西它有几个问题。第一是它容易传播疾病，第二是它的质检标准很难维持一致性，因为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它随时都在变。第三就是蔬果在露天的环境下，它是极度容易营养流失甚至腐败变质的。譬如中国的菜市场，猪肉在那儿一卖一天，在没有空调的环境下，这个猪肉到了下午很多人是不能吃的。有关新鲜蔬果、冷冻蔬果的营养价值已经有很多研究。例如2007年的时候，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食品科学研究员 Barrett 对多项研究进行检讨以后发现，菠菜存放在摄氏20度的室温下7天就流失100%的维生素 C， 如果放在冰箱里冷藏，则会流失75%的维生素 C。 也就是说，放在冰箱冷藏流失的维生素会更少。但是如果把蔬菜水果进行冷冻保存，流失的维生素 C 就会少很多。例如菠菜冷冻保存维生素 C 只流失30%，
这是因为冷冻暂停了氧化的过程，而氧化是蔬果采摘以后逐渐变黄的原因之一。农业工业化呢，实现了大规模的冷冻处理。以豌豆为例，现在的工业化技术能够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采摘豌豆、水洗、过滚水烫、急速冷冻等过程。但新鲜蔬果采摘下来，如果要送到消费者手中，则要进行包装分级，再送到各地超市，最后才会进到消费者家里。这样的话，在99%的情况下，上述新鲜蔬果的处理过程比快速冷冻要花更长时间，也就是说，营养流失的速度会更快，流失的营养成分会更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冷冻食品如果走了正确的流程，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是更高的，保存的会更好，营养价值流失的更慢。所以冷链实际是比菜市场的逻辑更安全。但是我们中国很少有人去普及这种常识，再加上我们的文化传统就认为新鲜的蔬果肉类就会更营养更健康，所以这种压倒性的舆论优势就使得甲壳龙在这场争论当中非常不利。甲壳龙认为他自己的做法是非常安全、非常干净、非常卫生的，但是消费者不买单。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场危机实际上也是大众的一场危机，大众对公共卫生知识的一场危机，也暴露了我们国家在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和普及可能还存在着很长的路要走。第3个问题，坦率的讲，像甲壳龙这样的企业家开了这么多店，他自己的个人财产应该毋庸置疑是有所积累的，所以西贝如果倒下了，损失的是谁？坦率的讲，在现在的餐饮业营商环境下，我们接触过餐饮业的老板都知道，餐饮业的利润率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低的，很多都在勉强维持生存。很多企业的老板之所以不关店，一方面是多年经营的品牌希望能够挺过难关，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养活整个餐饮业的这些员工。对于企业老板像甲壳龙这样的企业家本人来讲，他的财富积累应该足够支撑他的余生。所以西贝如果倒了，损失的是谁？我认为最大的损失肯定不是甲壳龙，损失的有2种，一种是我们消费者，因为劣币驱逐良币，我们不能鉴别谁是好的餐厅，结果把好的餐厅击垮了，我们将来可能就减少了一个选择。第2当然就是整个西贝的员工，找到一家能够持续发展的企业作为自己的雇主并不容易，所以如果西贝倒了，这些人将重新走向就业市场，对他们来讲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为西贝讲几句话，是希望这个舆论的天平不要过度的一边倒，能够比较客观冷静的看待这个当中的相关问题。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听了以后可能会不太舒服，但是我希望你用事实和逻辑来说话。你可以想办法说服我，但是不要搞网络暴力这一套。谢谢大家。